家人们，我今天算是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吃这种米其林创意餐厅啊，你就别想着吃饱，靠北。我一直在分泌唾沫，你就要怀着一颗菩萨的心去吃，蘸一点土豆泥。我感觉我像是做慈善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家米其林怎么样。好好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之前有人问我米其林是什么意思，你其实大概把它理解成装逼指数就可以了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是1颗星，这家店还是我在杂志上看到的，据说它非常适合情侣来。哎，我杀我自己。すみません、予約したのです。ちょっと遅くなってごめんなさい。こんばんは。进来第一感觉就是这家店好多厨师啊，这是他们家的菜单，食材全部来自于日本全国各个生产地，一杯餐前茶，还送了一首诗，题目的意思是永远一起饮茶的朋友们，一起喝茶的朋友倒是没几个，哎，但是一起打游戏的倒是可以排到法国。第一个小菜就很漂亮，哎，它真的是个艺术品，哎，甚至里面用的花都还是不一样的。还有那种有颗粒感的咸芝士，我们就给它取名叫咸奶油花菜脆饼好了啊，非常接地气。第二个前菜还有点惊讶，好大的2片黑松露啊，那种刺鼻的汽油味扑鼻而来。哎，我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黑松露。下面是油条一样的东西，我们直接一口吧。上面还有那个巧克力酱，油脆的薄饼加上坚果的香味儿，那我们就给它取名叫汽油巧克力油条好了。哎，好掉档次啊！接下来是这个噩梦鱼子酱，我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不喜欢吃鱼子酱，因为它很容易做的齁咸。我嘴巴里已经开始咸了。旁边的花就是紫苏叶的花，吃起来就是这样孜然鱼子味。那我们就给它取名叫烧烤酱紫好了。接着上了2个像巧克力球一样的东西，但闻味道并不像是巧克力，直接咬开看吧。韭菜牛肉哎，我再近距离给你们掰一个看看，它外边是一层很厚实的蛋糕，配上一点蔬菜泥，然后中间镶了一坨牛脸肉，就是外面酥脆，里面软嫩。这不就是法国的韭菜盒子吗？韭菜香里面还透着一丝咸奶油的浓郁，就叫它牛肉韭菜炸弹。然后是这一盘纯白的菜，上面一条一条的是白芦笋，撒了一点芥末粉，最下面铺的是煎好的章鱼肉。其实它是有点怪异的，我们就叫它披着羊皮的芥末好了。下一盘菜的厨师还挺帅的，它上面是2种鱼子酱加沙拉酱，咸度跟甜度都控制的刚刚好，里面包的是一颗芦笋，大可不必切开，一口吃反而更香。就是鱼子还是香的，好吃。那这个菜就叫多余的笋子，这个菜好像是萝卜樱花汤，但其实它暗藏玄机。你把它舀起来之后，你发现下面是蔬菜汤，哇，模仿的那种樱花落在草坪上面的绿色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我感觉我们像第一次进城的那样。又是一件艺术品了呀，家人们，味道其实就是蛤蜊汤的味道。然后我们接着还是前菜，这个是加了日本酒的酸面包，因为是现烤的，所以那个酒的味道其实还闻得到。配了一小碗黄油，为什么白色的也叫黄油啊？而且它在切好之后还会再给你烤一下，一定要把所有表面都烤得焦脆。我们要把它从中间撕开，要尽可能多的涂在它那个表面上。黄油在浸湿了里面的面包之后，口感就变得更松软了，你甚至一挤还能挤出油来。然后我们整整吃完了9981个前菜之后，才到了我们的第一个主菜。首先是一盘会吐泡泡的湿鱼，看它这个白里透红的样子，我就知道味道肯定不一般。鱼肉的外皮煎的脆脆的，但里面仍然是深软细腻。它那个泡泡其实还出乎意料的好吃，味道微甜还有点清新。接着第二个主菜是牛排，我感觉看到这儿的朋友应该都没有在看牛排吧。我不禁在想一个事儿，牛吃草，我们吃牛，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吃草呢？奇怪的人类。虽然它看上去没什么油脂，但它在嘴巴里一咬还是会爆汁。再蘸上一点超浓厚的牛肉酱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甜品阶段了。这个菜好看吧？这个好像是今天颜值最高的一道菜，上面插的是糯米纸，下面加了一点甜酒。这个好像是日本婚礼上面的新娘啊，上面还顶了一片雪花。好冰，它外面是一层微微甜的奶油。然后吃完这个，我们还有6个甜品：蜂蜜马卡龙、云朵巧克力蛋糕、盐味太妃糖、烟熏卡纳雷。现在知道为什么适合情侣来了吧？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真好吃。你们说我是造了什么福才要来这家店啊？哎，我们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吃过亏了呀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又到了吃亏的日子。最近在东京新开了家，看标题就很想打人的店。一般看到这种什么日本最贵的什么，他就是玩一个噱头，赚一波钱就关门。哎，但正好我今天就是想吃拉面，今天我就要看看他是怎么糊弄人的。到了门口之后，发现好像跟我一样想吃亏的人还不少。他家还是先买单再吃饭，这么小个店站了6个服务员，是怕我进来之后就跑了吗？靠北了，不要瞧不起人哦。店里的装修甚至有点像夜总会，你看他这个筷子，好想顺回家呀。我们先点了一份日本拉面必备的煎饺，好家伙，这份煎饺就要1500日元，感觉服务员的眼神锁定了我。但有一说一，这个煎饺除了大好像就没什么。然后给我们上那碗白面刺身，不是这什么玩意儿？第一次知道吃面之前还要吃这种东西，它就是凉水泡的面皮，然后让你蘸一点芥末吃啊！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评论一下让我长长知识。接着就是我们的拉面了，先来看一下这个上菜姿势。
12000、1万的拉面，这个就占了2000块吧。不过你们仔细看这个面啊，是不是和我一样发出了疑问？它是怎么贵到这个样子的？我怎么感觉里面有8000块钱都是噱头？吃了一口之后，你会发现它的面，这个面跟我的指头一样粗，是不是这种超级粗的拉面都很贵？面上铺了一层炒毛肚，其实就是一整份炒菜，然后就是这2坨宇宙巨型无敌叉烧。别的不说，这2个吃起来肯定会很爽。还有一个卤味流心蛋，再加上一片超大的烫金海苔。最奇葩的是碗底还有一层肥肠，怎么感觉主厨已经把能用上的料全部用了，然后做出了一碗大杂烩？这个汤还是那种很浓的鱼肉味增汤，就浓的来已经是粘稠的这种状态了。我快吃不下了。我吃完感觉这个配料还是值这么多钱，但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吃一碗配料啊？到底是饿了几顿才能把这碗面吃完啊？其实它只卖2000日元一碗的话，好像还可以给一个8分。但如果你一看这个账单这什么呀？这是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好了，今天就帮你们吃亏了，大家一定要远离噱头，好好吃饭啊！卡玩意儿，救命！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真的好嫩啊，就连服务员都嫩起来了，好帅啊！吃完这家店，我甚至有个感悟，就是烤肉店的好坏真的是在拼谁家的花样更多。肉都是一个品种，为什么他家我就可以吃这么多？现在是9点半啊，我们现在看能不能抢到他们家最后一班。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家人们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哇！开始了，他们家的第一个前菜就很恐怖，我还以为是烤肉，结果小姐姐让我生吃，他们还在肉的旁边织了2根线，然后他是让你用线把这个蛋黄给它勒开。其实说句老实话还挺好玩的，有一种莫名的快感。哇，它爆开了，家人们！接着用这个蛋液就是下面的果冻一起混匀，就你像这样和好之后，挖在这个海苔上面。但是我们抛开对生肉的偏见，它这样看上去，那我还是不想吃。哇，菜不可貌相，生牛肉的那个脂肪和蛋黄的香味特别配。我突然觉得，就算是生肉恐惧者，和牛的生肉也是可以尝尝的。接下来是这个菜，先不说上面怎么又有个蛋黄，它是在向我传达什么禅意吗？我都有点好奇他是怎么把韭菜立起来的。从中间把它掰开，然后让蛋液从内而外的渗出去，但它吃起来的味道其实就是韭菜。韭菜跟蛋液这2个食材真的很不配，韭菜真好。然后这块都是他们家的特色，雪花牛舌，就是牛舌上面脂肪最多的那个部位。所以它这个牛舌看起来都是白色的，它翻过来这一面才惊艳，因为脂肪很多，所以它表面都在冒油泡。一口下去，虽然你知道它是牛舌，但你咬下去的时候却觉得像龟苓膏。这真的是烤牛舌之上的新体验。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一句话形容它就是和牛身上最香甜多汁的部位，这应该算牛的五花吧。对，这个千万不要烤太熟，先给朋友夹一个，我觉得烤到2面冒泡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看资料的时候发现，这头牛是一头母牛，那给你戴个好看的发夹，怀着感激的心情吞下你吧。哇，超软，就你一口吞下去，你都觉得是浪费。我还偷偷留了一坨肉在我嘴巴里面嚼。接下来是2坨汉堡肉，这种肉一般如果你烤过了，它就会变得很硬很柴，所以我们就要精准的烤到它里面还是松软的状态，就像是这个状态。厉害吧？当然你要是想吃生一点也不错，烤成这种状态，吃起来会微微泛甜的感觉，但就是有点腻。那你可以再蘸一点鹌鹑蛋的蛋液，或者这种酸酸的臭橙醋。我觉得这种蘸醋要好吃一点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啊，偷拍被发现了。好帅啊！它是一个黑色吐司和牛三明治，它上面还插了一个这个插入栓，这里面包的是那个卵黄。突然觉得它是一道很有未来感的菜呢。挤这个蛋液的过程真的也很爽。哟，这个看上去我都饿了。咬下去之后我才发现，牛排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酥脆的皮，真的是野餐新选项。然后是一盘肥牛，它还不是就这样直接烤着吃，它是把它烤的差不多之后盖在饭上和蛋黄一块吃。有人数过我们今天总共吃了多少个蛋黄吗？又要在热腾腾的肉上面戳破蛋黄了，满不满足？大满足。然后你们猜最后的甜品是什么？它是双重鸡蛋布丁，直接把一整个蛋黄铺在布丁上面，真正的超浓厚鸡蛋布丁。这是什么奇葩操作啊？它是好吃的，蛋液让鸡蛋的味道变得更加的浓厚，甚至还有点牛奶味，在日本菜真的不可貌相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特别的好吃。